舅妈是一个特别风风火火的人。小时候她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舅舅当时是大学生，一毕业就进了设计院。据他自己吹牛，当年他可受欢迎了。结果呢，被我舅妈3下5除2就拿下了。后来舅舅从设计院出来，和舅妈一起创业，才有了如今的程瑞。名义上舅舅是老板，其实家里公司里的大小事情都是舅妈说了算。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比较省心。你觉得呢？我不觉得，男主人怎么可以省心？你可别学我舅舅。也是，那我去无存精。一会儿舅舅来。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智术中心的项目由另一位资深设计师负责。哎，好像是他。舅妈，哦不，沈总。林总，聂总，我又来了。沈总天天来都欢迎。小林这嘴甜的啊，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前途。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智术中心项目的设计师汪总，这是胡工、费工。你好。我们进去说吧，我们总经理张总还有技术部门的花总都在里面等着了。请。丰腾苏州智能数字中心是丰腾集团在江苏省的重点投资项目，坐落在太湖之畔，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拟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智数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除了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院，还有像盛远、远程这样集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地产集团。尤其是盛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杜兰加盟。面对强手如林，我们程瑞一直在思索破局之法。上次我到双眼来参观，流光花园给了我很多灵感，联想到丰腾集团实控人丰腾近期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绿色环保的概念。我回去和大家商讨，大家一致觉得可以引入 BIPV 这个先进的概念。以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为亮点，另辟蹊径，在功能和理念上做些文章。这是我们的概念设计初稿，以丰腾集团的“风”为理念，以扬帆领航、乘风破浪为主题进行的这一稿设计。建筑主体为帆船造型，群楼部分就像船身，整个建筑看上去如同一艘正要起航的巨轮。我们双远如果能参与到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是我们的荣幸和机会。李森，流光花园这块一直是小聂负责的吧？对，小聂是总副总。小聂最清楚这块。小聂，你说几句。流光花园是我和花总一起负责的。啊。你说，我只管技术。好。早上接到沈总电话的时候，我很激动，但是现在看到程瑞的概念设计图，我却冷静了下来，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家都一样，我听了沈总的介绍后呢，觉得加入光伏系统，提出节能减排，响应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号召，绝对能成为设计亮点。但对于光伏和建筑怎么完美的结合，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需要个了解的过程。待会儿开完会，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厂区，实地了解一下我们光伏电池产品。那最好不过了。下午我们打算再去智数中心的现场踏勘一次，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
我其实是挺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光照条件的，但是，要跟设备厂开会，抽不开身。那林总和小聂过去吧。好。我们的 PERC 电池技术对整个光伏市场来说是有代差的产品，未来用在 BIPV 建筑上也会很有优势。厂区我带大家过去，我正好要回去。上次我去过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跟张总、林总还有小聂商量点事儿。一会儿你们参观完喊我，我们楼下集合，一起出发去现场。行，那就麻烦华总了。行，那大家到我办公室坐坐吧。好啊。今年的世风龙井，沈总尝尝。好，来，谢谢。好茶。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可惜小林又要走了，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你们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10年？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好事儿啊！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不是我说服的。别提了，我老伴儿总催我去美国，过完年他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就先去了。上个月气呼呼的就回来了，说儿子一家人根本就不欢迎他，他再也不去了，让我爱干啥干啥。我心里想，这可不就太好了？一把年纪了，谁稀罕去美国受洋罪呀？那肯定是在国内舒服啊，环境熟悉，饮食也习惯。是啊，儿子去美国10几年了，3、5年才回来一趟，哪里还能像以前一样亲近啊？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培养的。哎，不提了，不提了。国家前阵子对我们光伏行业进行了深度调研，我相信，我们就快苦尽甘来，公司蓄势待发，我也不舍得这会儿就走。再说了，就算要退休，也要把小聂带出来独当一面再退休。那我要学得慢一点，让张叔多教我几年。我这边呢，主要2件事儿。第一件，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远程和盛远也是竞标方之一。你们如果参与到我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我不会啊，感觉更有劲了。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外公交给了邢姐负责，我最喜欢给她找麻烦。谢谢舅妈给我机会。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在意，不过我肯定要提醒你们一下。第2件事儿，丰腾这次招标不是总包，设计标和工程标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投的是设计标，回头就算中标了，用不用你们的光伏产品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然，在竞标阶段，我们会支付相应的光伏设计费用。如果中标，也会为双远竭力争取。没关系的，舅妈。BIPV 这个概念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能在这么大型的竞标会上亮相一下，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有意义了。如果成瑞中标了，不管到时候谁来做这部分工程，对光伏行业而言都是好消息。好，小聂这番话有格局。舅妈，你放心，如果成瑞中标，我们也有信心拿下光伏部分的工程标。好。这环境真好，舅妈，踏勘一般不是由招标单位组织的吗？对，所以我们来过1次了。啊，丰腾毕竟是私企，没那么严格，允许我们投标单位自行再次打勘。我们再来看看，补充点资料。边走边说。好。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Le projet de Mer du Rhin est vraiment remarquable. 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llons décrocher ce projet sans difficulté. Quoi so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rêve de laisser un tronçon de magnifique pays qu'est la Chine. 但愿如此，
我一直希望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留下我的作品。很快就有了，我们共同的作品。Ça ne saurait tarder. Bientôt, ça sera un projet que nous porterons 叶 ensemble. 总，对面走过来的好像是林总。哪个林总？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成瑞设计的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小小成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了什么门。危机。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成瑞的沈总啊！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沈总是西光的舅妈，她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哎呦，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你啊，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挺直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了。邢姐，西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原来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不也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嘛。你看，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特别阴阳怪气。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远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标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盛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
少见缝插针、自吹自擂。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成了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不自量力。不过林宇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柔，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是。装。不，你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那些传言吧？你放心，不会有人信的。什么传言？OK，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先传出来的啊，说你们组一起去长白山度假，你和凯文因为 Chris 大打出手，凯文摔下了雪山，脑出血了，你被迫留在那儿照顾他好几天。放心放心，没有人会当真的，这谣言一点脑子都没有。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人了，谁还敢放心留你在那儿照顾啊？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的。佩服？啊，佩服你会抓机会啊！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听说，原来凯文的舅舅是那位。你在他受伤的时候这么照顾他，回头少不了关照你嘛。庄，你这平时看起来也不显山不漏水嘛，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埋头工作不如会抓机会。怪不得宋总去投行部只带你呢，咱俩可是一起进的华亚啊！你要是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些传言很荒谬，但是传得沸沸扬扬，连上头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虽然都是瞎传的，但是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为什么会冲着你来？平时你在工作中跟其他同事相处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认为你不是靠过硬的工作能力取得这样的机会，而是靠钻营人情。好了，你是聪明人，我言尽于此。好了，你还出事干嘛呀？以免有人认为我给你开小灶，去工作吧。谢谢宋总。年轻人还是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纯粹一点，才是正道。庄，对不起，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还连累你被传谣言。没事，你也是意外被转。你以后不会疏远我吧？我也是这次谣言的受害者，我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进来的，全都是我靠亲戚，烦死了。你要是因为这个疏远我，我也太冤了。不至于，我们在工作上证明自己就行。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加油。凯文，你晚上回去把长白山那个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翻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
早就有人红眼病了。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啊，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活颜活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我刚刚听说那个庄雪，到底什么事情？我记得他是头哎，别急别急，还有蒋丽这事儿啊，我待会儿跟你说。行。我算是看明白了，表面越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其实吧，会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活颜活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爱信不信？你不再回来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好像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拜拜，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钟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想找你吃个饭，有空吗？有啊。哎呦，聂总来了！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哟，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啊？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嘿，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
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做事也踏实，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那是，那是。那您过来是？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啊，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哎，包总，你过来看看。来了，小聂，我先过去。好，你忙。下班跑这么快？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非常认真的工作中。聂总什么时候升的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好呀。我到工地接你。这么快？江瑞，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啊，你说。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就是去长白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张阿姨说的是留学啊，我跟她确定了好几次。姐，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他或许找不到我。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了。真的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但是你以前……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我明白。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江瑞，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
感受到他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不堪一击。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羔羊卷，牛肉卷，牛肚，还有冰淇淋，好可爱那个。这个，这也太大一桶了吧？这是比我脸都大，不行不行，吃完胖死了。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龙虾好像不错，买一只。清洁阿姨不在，你会杀吗？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那有2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1只。2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我发誓。行。你好，麻烦要2只波龙。我们要那2只打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长河的饮料。好。你来处理食材，我弄锅底和调料。可以。我的少加糖。知道啦。你不是说你会吗？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码，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你看这个。会了。
雨森，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哎，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吃1只？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拿来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好。聂西光，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最后一颗，一颗都不剩了我。Oh well, they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西光，我并没有说的那么笃定。现在呢？现在，我知道，我握住了所有的光。Find a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 we were meant to
只是想让你早点发现的借口。今天真的还有，林总已经连续3天给我们订点心和奶茶了。他是有什么喜事儿吗？应该吧。今天是红豆糕、红豆奶茶，昨天是陈皮红豆沙。西瓜，你家林总是不是红豆控啊？我不知道，可能他家红豆大丰收了，我去问问。你好，大方的林总，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啊？谢谢。快坐，路上辛苦了。还好，苏州到南京没有多久。资料。谢谢。哎呦，老王把我也喊来了。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好，来，快坐。那我们开始。开始吧。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坐。旭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什么改动？说来听听。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海浪？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意象，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鳞次栉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对，我有画面感了。可是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嘛，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啊。不会，老王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不过西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呀，
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行，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好。那舅舅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啦。啊，好，那我送你们。好。啊，走。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罚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吃铁锅炖。真巧，你男朋友正想吃。哎呀，小聂，我忘了，你和林总今天去南京对吧？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行，那我去忙别的了。好的，花总辛苦。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技术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花总的研发工作？花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有益很重要。你说的对，有点钻牛角尖了。舅舅，小聂啊，你们有想法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你舅舅说不明白，还没走远的话，快回来。还有这些景观装置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好的，王总，我们才出发，现在马上回去。最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不好，我晕刺了。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哎，你不要非法。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非法什么？多么希望和心意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
应该是合法的。你晕吗？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我，亲一下可以治晕的。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只是拿书。哦。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唉，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什么名字？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可以，改吧。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的？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宇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大。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奶奶，小光啊，我快被你爷爷气死了！怎么了？爷爷做什么啦？他头晕2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啊？晕的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吐什么的？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吧，挺奇怪的，我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要是头还晕，拖也把他拖去医院。哦，好，你回来了，奶奶捉只鸡红烧，再买一些野生的河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9点半差不多。啊，好，我们等你啊。老人家生病了，奶奶说爷爷头晕了2天，不肯去医院。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什么？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5、6趟了，你着什么急呀？
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哎呀，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A、B、C、D 呀。哎，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她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好。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奶奶，小光，爷爷，哎呀，小光啊，哎呦，你们一直在院子里等啊？我刚到，你爷爷一早就等了。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宇森，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好，你好。你好，小林，你好。谢谢奶奶。爷爷，你今天头还晕不晕？宇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吗？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没事儿，我又好了，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作变来变去的，一动他就晕。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好，快进来吧。哎，小心。慢点。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哎，你怎么知道？观察眼症。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从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来，您先坐起来啊。来，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还好。好。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那房子都好像转了。来，应该是左侧后半龟冠耳石脱落。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躺。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就是啊，爷爷，你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那还会复发吗？有可能。所以爷爷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
及时去医院。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啊！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哎呀，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哦。哎，你看得懂吗？有他呀。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你写了我也看不懂，我小时候家里困难了，没读书，不识字。那我和希光给您录一个视频。这个好，这个好。你录还是我录啊？录小林。奶奶，不是小林，他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哎呀，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马友们炫耀炫耀呗。小林，你看看我的。哎，来，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行。啊，我就说嘛，家里有个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小林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我去给你打下手。爷爷，你再休息一下，耳石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2天也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对对对，爷爷你看电视嘛，那拿着，我去帮奶奶。走，我们去烧火。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果然是城里人。难道你不是啊？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会无锡的。烧火呀、喂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结，给我，你来点。好了，可以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对，就是它，让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火才能升起来。看，这样，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哦。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我要拍张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那起码得有5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信息说输不起怎么办呀？那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好的呀。注意地形。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还想感受一下温度。
蜀山汤。你多深会点。我也试试温度。小光、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是你们烧火烧的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你滚！谢谢。谢谢。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是。好吃。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那太好啦！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当然啦，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好，我都教你。是啊，教你。来，快吃。是快。接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小光回来了。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哎，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2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的假的？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五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哎，那个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说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会吧？大概多少？一篮太多了。普通门诊14块。行。那赚了，去掉还有剩。谢谢庞德啊，这位。没什么大问题。小林，你会板呗？这个我不会。是呀。我学的西医。那你以后要努力一点了，学贯中西。
这新要求。嗯。回去我试试。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哎呦，我就是路上碰到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他们听说你的孙女婿是医生，还能帮忙看体检报告，就跟着来了嘛。喏，还带了点地里的蔬菜。我自己也有种，主要是上个月村里组织了7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好多人听不懂嘛，所以就想着过来再问个明白。不要再喊人了。保证，不喊了，不喊了。我就是吃了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问一下，这药该怎么吃法？您现在吃的什么药？我给你看看，就这2种。糖尿病，我得问问其他医生。二爷，你等一等。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靠谱，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华山，在哪里啊？不是成人医院啊。二爷，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里面有一个华山论剑。看过，我看了好多遍了，东邪西毒。哎，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5个高手争天下第一。对，所以啊，这个带华山的都是很厉害的，上海的大医院。哦，上海可以啊。干什么？没事。请你吃一个吧，别脏手了。喂，陈主任，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这边有位长辈，72岁，糖尿病史25年。怎么还有人来啊？我真的没说了，不是我。哦呦，我去看看。好的。好，我记下了。谢谢陈主任。你们干什么？我们是来找聂成远要债的，别做缩头乌龟。聂成远在哪儿？让他出来！不要进来！成远，哎呦，这不是吴家的老2、老3吗？天天跟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一开始我以为就牢里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2、吴老3他们就冲进来。阿青阿姐，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那什么，你爸欠了我们钱，我们来要账来了。胡说，成远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看，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小林，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经收到吴二棍投资款35万元，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是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迹。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记，借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凭什么？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儿来闹什么闹啊？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钱方平跟你儿子混在一起？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到10里8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哎，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你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这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走，阿青阿姐，我不是要找成远还钱，
希望你们心情好，让这位钱大生找出来。我同情了22万啊！我一辈子种菜种地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还有我10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呐。哎呦，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胜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我听说是程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想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我接据上才是月薪1分，他们都是2分呐。我也没想到这个钱大顺，他会不。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哎呦，老头子，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没事没事没事。奶奶，你先扶爷爷回房间吧。那这怎么办？这边有个吸管能处理，你放心。谢谢啊，小林。哎，走吧走。盛宝凯一心想捧儿子上位，想让我们做嫁衣，也不想想，智术中心这么大一块肥肉，又在我们江苏，我哪有不想吃的道理？就是，想让我们去给他们抬轿子，那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以我们远程在江苏的根基，他们就算请了杜南，也未必能拼得过我们。也不要轻敌，现在的方案还要继续优化。是。喜光，今天怎么给爸爸打电话？我马上过来。我爸立刻从城里赶回来，你们出去等吧。不是，凭什么让我们去外面等啊？怎么着？哎，你们家这院子金贵啊，人占不了啊。你们不出去，我报警了。那报警呗，吓唬人呢，还能把我们抓起来？再者说了，哎呀，抓起来我也不害怕，好像谁没进去过似的，是不是？的确应该报警。抓不抓的不好说，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债主是钱大顺，警察来了，正好说个明白。那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聂老板来。他要是不来，我们就不走了。对不起啊。姑婆、二爷爷、姨婆，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乱糟糟的，回头别伤着你们了。啊，我们不走，我们要和你们在一起。没事的，我一会儿把院子门关上。我爸回来之前，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那我们还是先走吧。哎，小光，有事情打电话告诉我们啊。忘了自己在家休养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啊。好，慢点。哎，李医生，刚才那2个叫的最凶的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平时我们都不和他们来往的。聂家的家风啊，老聂和阿晴都是淳朴实在的正派体面人，村里人说起他们都只有好话，人缘好得来不得了。姑婆，我知道，看细光就知道了。好，那我走了，你们小心一点啊。没事。走。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聂成远他女儿和女婿可都来了，机会难得。就算是为了在他女婿面前撑面子，聂成远也得把钱给了。平常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家，钱保要，万一给咱们装个晕什么的，回头还讹上他，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我们这样，
不会把聂家想要他的对象给吓跑吧？是啊，不该把他爸胡乱搞的事情给说出来呀！呸！棺材本都被骗光了啊，还担心人家丫头对象的事啊？要不是我们带着你们，这辈子你们都讨不回1毛钱来。欠我们钱的是钱老头啊，都一样嘛。哎，你以为那个聂成远是什么好东西啊？是。别担心，爷重新复位了一次，睡一会儿就没事了。别怕，小事情。没有怕，我只是觉得好烦。